暗光子 （dark photon） 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光干涉现象的暗光子解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光的本质与行为。这一理论的提出，可能将颠覆我们对量子物理基本原理的传统认知，一个在今年刚好迎来100年诞辰的物理学分支。在看似平静的物理学界，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正在酝酿。这场革命不是小修小补，而是直指现代科学的根基之一，那个无数教材中都曾反复讲解过的举世闻名的双缝实验。2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实验以其简洁而优雅的设计，引导人类探索光的神秘行为。它揭示了光能够同时拥有波动性与粒子性的奇特双重属性，这是物理学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现象之一。但如果这一切从根本上讲，并不需要波的参与会怎样？在一篇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的突破性论文中，德国知名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名誉教授格哈德·伦珀带领的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框架。他们指出，我们在双缝实验中所看到的干涉图样，或许根本无需借助波动理论就能被解释。他们借助一个全新的量子图景，围绕量与暗光子态构建的模型，提供了一种完全以粒子为基础的解释方式。这种被称为暗光子解释的新型理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量子叠加、测量行为，甚至量子现实本身结构的理解方式。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可能彻底改写量子物理教科书的理论，并揭示它为何能在高度严谨的现代物理学界引发如此广泛的震动与争论。几个世纪以来，双缝实验以一种近乎诗意的方式展示了光的双重身份。当一束光穿过2个细小的狭缝时，它在探测屏上形成一系列明暗相间的条纹，这些清晰的干涉条纹被解释为波动性质的直接证据。然而，到了20世纪，量子理论的兴起为这个现象添加了更为神秘的一笔。科学家发现，即使每次只发出一个粒子，例如一个光子，长时间累积之后，它们依然会在屏幕上生成相同的干涉图案，就像是每个粒子在穿越装置时同时走了2条路，并以某种方式与自己发生了干涉。这似乎坚定了我们对粒子行为同时具有波动性的信心。但伦珀和他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也许我们根本无需假设光子示波才能解释这些神秘的干涉图案。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所谓干涉图案其实可以完全归因于量子粒子的不同状态叠加，具体来说是亮光子态与暗光子态之间的量子行为。在这一理论中，亮光子指的是我们通过传统探测器可以直接观测到的粒子，而暗光子则是一种无法直接测量的量子状态，它们处于某种隐藏层，虽然看不见，却仍以概率形式参与到实验结果中。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无法直接探测的暗态是如何影响我们最终观测到的现象的？答案藏在一个熟悉却仍然令人迷惑的量子机制之中纠缠。在伦珀团队的模型中，当光子接触到双缝结构时，并不像传统的波那样在空间中发生分裂，相反，它进入了一种量子态的叠加之中。这个叠加并非空间上的分离，而是概率上的混合。
形成一种包含可观测量态与不可观测暗态成分的纠缠系统。正如在原子物理、量子光学、量子信息等多个前沿领域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伦珀教授所言，我们的模型描绘的是一个包含粒子行为、经典干涉效果与量子波动机制的综合图景。在这个框架中，所谓干涉条纹的峰与谷，也就是亮区和暗区，并不是由传统意义上的波动叠加形成，而是由一组纠缠态光子的量子统计分布所生成的。这意味着，光的干涉现象并不是空间波动的结果，而是我们对某种概率结构的测量结果，一种完全源于粒子纠缠态的统计图像。这是一种深刻的范式转移，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测量、概率以及粒子在未被观察时的状态等核心问题。令人震撼的是，这一完全以粒子为核心的解释方式，不仅没有脱离现有量子力学的数学框架，反而牢牢扎根在它的核心原则之内。它没有抛弃量子力学的基础，而是重新定义了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看似奇异的现象，尤其是在量子光学这一复杂而精密的领域中。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已最近发表在全球物理学界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物理评论快报》。这项理论的提出并非空中楼阁，它的基础是建立在过去数十年间关于量子光学的精密研究之上，尤其包括了一系列颇具哲学意味的实验，例如量子擦除实验与延迟选择实验。这些实验共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测量本身远比我们曾经以为的更复杂，也更神秘。如果这个新模型即基于暗光子态的框架最终被验证为正确，那将是一个深远的信号。我们过去对光的理解不仅是不完整的，更可能是根本不准确的。这意味着，在那些看似确定的现象之下，还隐藏着我们长期忽略，甚至根本没意识到的机制。而整个理论的核心也正好触及了一个在量子物理中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我们无法检测到的粒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经典物理的逻辑中，如果某个粒子无法被测量、无法被捕捉，那我们干脆就视它为不存在。这是理性主义的一种经济表达方式。但量子理论却从一开始就挑战了这种直觉。它告诉我们，即便某个状态无法被直接观测，它也仍然可以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它躲藏在我们当前认知与测量手段的盲区之外。而暗光子理论正是将这一点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它不再让这些隐藏态居于边缘，而是将它们置于整个干涉现象解释的正中央。在这个模型中，光子存在两种主要状态，一是亮态，这些是我们探测器可以直接捕捉到的光子，是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干涉条纹的主角；另一种则是暗态，这些光子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不会也不能与我们的仪器发生耦合，因此它们是看不见的。这正是让人最感到困惑的部分。我们一直以来以为，干涉图案是由光波在空间中扩散、叠加，最终在某些点产生增强或抵消的结果。但在这个新框架中，这些明暗相间的条纹不是波动在空间里自己跳舞的产物，而是来自这两种光子状态之间的量子纠缠现象。亮态的光子在屏幕上留下了条纹的痕迹，那些一道道清晰的明带就是它们的足迹。
而与此同时，暗态并没有消失，它们潜伏在那些我们曾误以为是空白区域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破坏性干涉区，即经典解释中光波互相抵消，结果什么也不留下的地方。但现在，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那些看似空无的区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空白。相反，它们可能被暗态光子填满，只是我们目前无法用传统手段去探测它们的存在。它们像是潜藏在暗处的潜流，有能量，有结构，但无法被直接触摸。这种设想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对测量这一动作的理解。在传统观点中，一旦你尝试去探测一个光子是从哪一个狭缝穿过的，那个行为就会破坏光子的波函数，也就是说，原本可以形成干涉图案的状态被打破了，图案也就随之消失了。而在暗光子模型下，测量不再意味着摧毁一波浪潮，而是意味着在可测状态和不可测状态之间的一次切换。也就是说，我们的测量行为并不是干扰了光子走哪条路，而是影响了它是否从亮态切换到暗态，或反之。这不是一个位置的改变，而是一种耦合方式的转变。这个观点巧妙地呼应了近年来量子信息科学中的一个核心趋势：若测量技术。在这些实验中，科学家并不会对系统施加强烈干扰，而是尝试用极其轻柔的方式，从系统中悄悄提取有限的信息。这种方法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可能性：观察并不总是粗暴的全有或全无，不是非黑即白。测量可以是一种温和的询问，它不破坏系统的整体状态，却可以让我们窥见其内部结构的一角。正是在这种微妙的实验逻辑之下，暗光子理论提出的量子世界图景变得既陌生又合理，既挑战常识又充满诱惑。同样的，在一种被誉为量子世界显微镜的实验——量子擦除实验中，这种以演示、纠缠、互补性和量子测量悖论为主的装置，呈现出一个惊人的特性：干涉图案的出现或消失，竟取决于我们如何选择观察这个系统。而暗光子理论正是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路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改变了光子的过去，不是回到过去篡改历史，而是我们选择让它成为哪一类观察结果的参与者，是那个明亮而清晰的出现在探测器上的状态，还是隐藏在背景中的保持沉默的暗态光子。这种观点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量子力学不仅关乎世界是什么，更关乎我们与世界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定义了它是什么。换句话说，测量不只是被动的观看，它本身就是参与，是一种激活存在的行为。而暗光子的解释正好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它把传统上看作波浪干涉的图像重塑成了一场可见与不可见量子态之间的持续对话，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只有当我们主动倾听这场对话时，也就是选择某种方式去观测系统时，这个对话才在我们眼前具象化，变得真实。这个理论框架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某个实验的重新诠释，它触及到更深层的议题：我们对整个量子行为的理解方式正在被拓展。如果这个模型是正确的，那它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设计探测器的方式，重塑我们处理数据的逻辑，甚至会影响我们未来如何将光子
作为量子信息工具加以运用。首先，我们得从技术层面来看，如果暗光子模式确实填充了我们过去认为是空无一物的区域，那么我们在当前量子系统中可能早已丢失了一部分原本就存在的信号。因此，未来的量子探测器可能需要设计得更为敏锐，不仅仅要能感应到那些量态，还要能激发、耦合，甚至操控那些潜藏在暗处的光子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原以为走进的是一间黑暗无物的房间，但一旦我们打开新的手电筒，才发现这里早已布满了结构、机制与交互，只是我们过去从未真正看见。这种新认知有可能重新定义整个量子传感技术的逻辑基础。假如我们能设计出利用暗态信息的装置，我们可能就能实现比现有系统更强的保密性、抗干扰能力，也许能创建一条无法被外部监听的量子通信通道，或是执行更精密、容错性更高的量子计算。这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事实上，现实世界中已有一些实验结果与这种新观点惊人的契合。比如，量子擦除实验本身就表明，一个观测的结果可以被未来的测量所决定。换句话说，观测与因果之间的界限，在量子尺度下，并不像我们在日常世界中理解的那样明确。在暗光子框架下，这种看似奇异的现象就不再令人困惑。图案始终存在，但是否显现，取决于我们是否去激活那种耦合状态。再看若测量实验，它们表明，我们可以在不完全破坏系统的前提下提取信息，也就是说，那些我们认为未被探测的状态，其实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处于未耦合的隐藏的量子层级中。此外，纠缠实验多年来一直让人费解的瞬时相互作用，粒子之间即便相距遥远，也能立刻知道对方状态的现象，也许可以通过这种在量态与暗态之间切换的机制来重新解释。这不再需要违背相对论中关于信息传播速度的限制，而是通过非局域的概率状态耦合完成的。甚至连引力波探测这样的前沿科技，也可能因这个理论受益。比如 LIGO 这样的设备，依赖极其微弱的量子光学信号，来探测来自宇宙深处的时空波纹。如果我们能进一步理解不可检测模式对光行为的潜在干扰，那么我们或许能更有效地抑制量子噪声，从而让我们的探测能力更进一步。更引人关注的是，暗光子的概念其实早已在宇宙学中初露端倪。一些理论物理学家提出，虽然这两者在细节上不同，但从概念上看，这种难以探测但确实存在的粒子，或许正是构成暗物质的一部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涉及到与已知粒子极其微弱互动，但又无法用传统仪器直接捕捉的存在。这就使得暗光子模型不再仅仅是量子光学内部的一个理论工具，它有潜力成为一个连接量子物理、宇宙学与粒子物理学的桥梁。它是一个概念上的统一尝试，是一条通向新物理的通道。所以我们的问题也许不该是最终答案是什么，而应该是我们还有哪些尚未学会如何探测的存在。感谢您与我们一同踏上这场对暗光子理论的深入探索之旅，一次关于光、关于测量、关于现实本质的大胆重新想象。它或许不会马上改变我们看到的世界，但它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直到下一次，
让我们继续保持思维的锋利、心灵的好奇，以及你那无论明亮还是隐匿的光子状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感谢收看。